职场的核心铁律是晋升，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做再多事情也都是原地踏步。这是私人通话，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想要隐私，那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打视频电话，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什么事都先怪别人，也许这才是你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你是？男朋友还是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不要偷看别人手机，没礼貌。徐总，徐总，啊？哦。徐总 ，SG 的徐总。不好意思，来晚了。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哎，上茶，小罗，上茶。哎，上茶。我开完会以后啊，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那家餐厅特别好吃，我认识那个老板，是特色菜，它是这个柬埔寨的菜。夏言，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徐总，我忘了介绍了，这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夏言。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面。徐总你好，都是误会啊，希望您别介意。时间不早了，赶紧开始吧。赶紧开始啊！徐总，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尽力解答。按照这个速度一直稳定增长下去的话，什么时候能到100万级？什么时候能到1000万级？你是有做过特别的调研，还是凭着你自以为是的判断？大概这不是一个疑问句。徐总，根据以往经验，夏小姐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和你们爱瑜伽定位相似、量级相当的 APP 有多少？我所知道的竞争对手有天天瑜伽、Yoga Home。所以夏小姐，你们的项目里有什么专利性技术是别的团队无法掌握的呢？没错，光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瑜伽类的就不止2、3个，还不包括减肥操、舞蹈、普拉提，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 App。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 SG 秀我的平台上，是徐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可是，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比起其他瑜伽类的 App， 我们做的最好的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所以我们更适合秀我。徐总，我想这正是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吧。双爷，夏小姐这一番言辞的确很有感染力，毕竟这生意场上嘛，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不是徐总，你再考虑一下。爱瑜伽虽然仍有瑕疵，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今天起，项目交接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你回去吧，我不跟你谈。可是我们约好了今天的。我是 SG 的运营总监，你是星辰科技的普通职员，我们2个交接工作，这合适吗？确实不合适，但是我们星辰运营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很久了，总监的工作也都是由我代理的，所以你们星辰这样的小公司做事情不规范，我是知道的。你们平时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但现在既然跟 SG 合作了，就应该有合作伙伴的样子。等你拿到正式头衔再来找我谈吧。
可是薛总监那边好像不太配合，所以进度一直在被耽搁。怎么了？你得罪他了？哪能啊！我巴结他还来不及呢。小夏呀，这我就不得不说你2句了。你说你吧，平时吧看着脑子挺灵活的呀，怎么现在一根筋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爱瑜伽这个项目，最终能够收购的拍板的，是那个薛总监吗？啊，当然不是啦。你就算拿他没办法，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嘛。啊？我觉得这徐总啊，对你印象挺好的。孙总，你也知道，爱瑜伽这个项目，这是我们这1年用尽全力开发的项目，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交接完成啊。不就一个运营总监嘛，这算什么？明天就能解决。好，孙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大家早啊！今天叫大家开个会。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一直空缺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核心，重中之重。我相信，这位新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没错没错。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乔思思乔总监。哎呀，有请有请。哎呀，有请有请有请。哎呀，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乔总监啊，毕业于伦敦商学院海归硕士，之前啊在一家500强的企业做营销总监。大家也知道，我们公司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务，我相信思思乔总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啊！我们要多向他学习。夏言，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爱瑜伽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卖给 SG 也是你连续加班1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这刚一卖出去，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这太过分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乔思思啊，还是孙总的小情人。你别瞎说，我亲眼撞见的，他俩在办公室。我偷偷录了音频，我给你听啊。我给你找。算了吧，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我自己待一会儿。那我发给你。夏言，我听说你因为方案的事去找孙总了。哦，之前交上去的方案名字被数错了，所以我过去问了一下。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2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一起补充的。你呢，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的确是很辛苦。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我一直很欣赏你，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我们公司的挺聪明的，非常的，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柔软。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要不这样，你也别整理方案了，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下班之前交给我。哎，行了，我送你。不用了啊。小夏不是在吗？哦，哎，小夏，哎，来，送点石头。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交接的事情，徐总您不用担心。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委曲求全的人。徐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嘛。你这么聪明，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还是急流勇退啊？谢谢徐总您的关心，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温水煮啊，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徐总，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不太合适吧？什么？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啊？哎，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哎，你到底说了什么呀？从我的角度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辞职其实也不错的。对了 ，SG 不是给你发出过面试邀请吗？怎么想的？哦，他们的人事部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有猎头推荐的，想要挖我，但是我还没想好呢。什么叫没想好啊？你们老板那卸磨杀驴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还为他卖命，是驴吗？去，就乔思思这种笑脸迎人、一肚子坏水的，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你自己小心点。我倒不是怕他，我只是对孙总比较失望。我现在在公司啊，重要的项目我都碰不上，丢给我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我一毕业就进入星辰了，整整6年了。想到要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或许那个姓许的说的对，温水煮青蛙。我好像有点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你知道我查房的时候，经常会听到那些患了重病的患者和他的朋友和家人聊天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吗？什么？他们会说，如果想当年我怎么样就好。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的，但是比起错误的决定，犹豫不决更让人遗憾，不是吗？这是乔总监这几天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孙总，我要辞职。小夏呀，你是干嘛呀？这是，之前咱们不是沟通好了吗？不是心里还有别的想法？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吗？这样，咱不等这个 SG 全款结下来，爱瑜伽一旦交接结束，我就给你发奖金，下一个季度给你涨工资。东京奥运会一完，你就当总监，不走了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个人的发展期望跟公司未来的规划不太合。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平台。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孙总你可以找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孙总，小夏，你先回去，咱们都好好想想，可以吗？毕竟，像我这么支持你的老板不多哟。等，我送你，我送你。啊，稍等。哎呀，对，来，马上。
这个好，这个水特别好，它有点甜，你知道吗？哎，对身体特别好，喝了也会降火啊！好走啊！怎么？他不干了？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就来这一出？要走就让他走呗，既然心已经留不住了，你强留他，他还能安心给你办事儿？不是你说的东西，你知道吗？现在新城很多项目都是他负责，他要一走的话，一时半句我找不到人的。我看呢，他今天就是来找你逼宫的。走！哎呀，坐下嘛，来，喝茶。哎呀，我让他一下子走也行，但是万一他去了 SG， 回来失败怎么办？去 SG， 他也要能去得了才行。嗯。徐总，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 SG 收购这次项目的徐总。徐总你好，我是星辰运营部总监乔思思，负责这次爱瑜伽交接工作。爱瑜伽项目负责人不是夏言吗？这项目交接到一半了，负责人说换就换，你们星辰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徐总，不是这样的，夏言呢，他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我们孙总很重视这次跟您的合作，所以特地换我来，这样级别上也是跟您能比较匹配的。哦，原来你们孙总认为，我们 SG 现在才配得上乔总监亲自出马。徐总，您误会了，我也是才刚刚进入星辰。不过您别担心，我对项目的熟悉度不比夏言差，一定不会耽误这次进度的。那辛苦你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忙。你好，我是来面试的，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好的，稍等，我查一下。夏言是吧？对。这边请。好。你好，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坐。为什么想来 SG？ 基于了解，也基于挑战。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当然了，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我已经从业6年，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有什么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谢谢。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挺不错的，专业过硬，想法也挺多，而且经手的项目成绩都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啊，看来薛总监又有一名得力助手了。但是这个人呢，曾经是我们合作公司的员工，如果把他招进来，可是有挖墙脚之嫌的，在业界影响口碑都不好。他的面试邀请是谁发的？好像是徐总亲自让人事部发的。这是等下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像这几个问题，都交给你来回答吧。徐总，你怎么来了？徐总监，人事部没通知你吗？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评分都很高，自认为3面也不错，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是哪里不足，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他被淘汰了？对，面试结束之后，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
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辞退？怎么会是辞退呢 SG 一向用人谨慎，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了。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徐总，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从程序上说，确实没错。程序，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你们2位也都看到了。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当然不是，重要的是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陷害的，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后你要学会看人。薛总监说的没错，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把辞退记录消除。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面试已经结束了，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现在是上午9点半，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好，我证明给你们看。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是主动辞职。请签字盖章。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怎么？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我这里有点忙，要不这样，你改天再来，我帮你问。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那我可帮不了你了，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而且你已经离职了，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要不这样，你先到外面去。好，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才过来找你的。既然这样，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你找谁都没用，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我们才能盖章。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来不了。哎，今天不准来公司，谁的电话都不要接。无法接通。孙总，孙总，孙总，孙总。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光是向外做进一步的拓展，而且是要向内做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因为人才永远都是发展与创意的核心。我们呢会推陈出新，也会夏言，都这点儿了，你也该饿了吧？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我等孙总一起吃。等孙总？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这三，徐总呢？我怎么知道？嗯，
就知道，如果是徐总过来，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也还是要赶过来的。刚才那个电话，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小燕，有什么事儿呢？现在就去办公室慢慢数钱。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徐总，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谈。我们继续吧。夏言，你来晚了，已经过了12点了。20分钟前，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这个是副本，你们看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刘一鸣你认识吧？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甚至还招来了警察。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他却婚前出轨，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还我朋友一个公道。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等一下，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薛总监，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了，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你说对吗？月薪2万，持5薪，3个月试用期，下周1入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运营部新来的同事夏言。大家好，我叫夏言，之前在星辰科技负责爱瑜伽的项目，今天正式入职 SG，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你好，我是美琪。嗨，我是悠悠。嗨，我是艾米。我是小。你就不必了。夏言，我们运营部实行末位淘汰制，每个月月末都会根据大家的绩效考核来打分，连续2个月分数垫底就会收到黄牌警告，若是第3个月继续垫底，就会被劝退。小齐，你已经连续3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吧？今天可以去人事递交辞呈了。我们 SG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Drive for results， 一切以结果说话。不管你的过程当中有多努力，只要没有达到目标，那就是无效劳动。所以在这里呢，不要想着能够浑水摸鱼、耍小聪明、玩心机。不管你表现得有多刻苦，只要你没有完成任务，就会被劝退。我们会把机会留给那些更合适的人。我说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悠悠，是我新版本的第2季度线下活动策划方案，我们小组已经整理出了3份，今天早上已经发到薛总监您的邮箱里了。我看过了，没创意、没重点，不及格，推翻重做。给你们3天时间。一定要展现出秀我新版本的主推功能。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线下活动场地已经谈好了，活动文案和物料设计也已经准备好了，邀请的媒体名单也已经列出来。只是什么？我说没说过工作会上不要只谈成绩，有问题先说问题。因为还有几个嘉宾没有邀请到位，所以物料暂时还没有办法制作，宣传通稿也在等最终确定的嘉宾名单。
邀请嘉宾的工作之前是小齐在做吗？是。你能行吗？没问题。论坛下个月必须按期举行，所有的嘉宾名单这个星期必须交到我的手上。你就坐小齐的位置，试用期3个月，你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机会吧。 小齐，我之前合作过一家广告公司，待遇还不错，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你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是他们公司的名字，还有电话。谢谢你。 这是我电话，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夏言，徐总好。入职第一天，这么忙啊？项目进度紧张，我得尽快熟悉。这身衣服不错，继续保持这种风格。 夏言，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的嘉宾名单和资料我都发你公司邮箱，记得查收。嗯，好，加油。夏言，你是不是得罪薛老大了？你也觉得他对我有敌意？不是觉得，而是事实。他交给你的任务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可是，在我的字典里没有 impossible。 袁大海教授，刚才那个被劝退的小齐，就是卡在这个袁大海教授上了，2个多月都没能搞定，只能收拾东西回家了。这个袁大海教授啊，是业内大拿，全国计算机安全信息领域的资深教授，他来做主讲人，必然会提高这次活动的品质，所以上面就定下来非他不可。可是他拒绝了。 小齐给他发了好多邮件和短信，他愣是不搭理。后来小齐直接跑到袁教授学校的办公室，直接被他叫来的保安轰出去了。僵持了2个月，愣是没跟袁教授说上10句话。对，所以说你瞎讲，是不是？袁教授，袁教授，同学，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听了您的课，有个疑问。说说。 您说保护大数据信息的有效措施是基于开发公司的良心，还有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哦，我说的不对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供更安全的锁，但是呢，这个锁能不能用上，取决点并不在于我们造锁的人身上。那如果在建房子的时候，为这栋房子特制一把安全锁呢？小姑娘，你是几班的？ 你可以把你这个想法呀，好好的构思一下，然后写出来，我们一起探讨。对不起，袁教授，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袁教授，您能给我几分钟时间？胡闹！小王，哎，叫保安来，这里有不是本校的人在捣乱，赶他出去。哎，袁教授，哎，我们袁教授不接商业活动的，你别再来烦他了。我们不是商业活动。 再怎么赶时间也要吃饭的呀。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有点急事儿。袁教授，袁教授，怎么你也找到这里来了？这是我们活动的资料，您看一下。小李，到。你好，袁教授，您下班了。他不住在我们这小区，不能进啊。是。袁教授，袁教授。
我们的经营论坛真的是公益性质的，不是商业性质的。也不能大声喧哗。再见。夏小妍同学，你这才去新公司几天啊，就累出黑眼圈了，小心未老先衰啊！喝杯果汁，补充一下维生素 C， 挽救一下你的皮肤吧。他不想参加商业活动，我理解，但是我们的活动明明不是商业性质的，他为什么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呢？哎呀，你就别想了，有些人的脑子呢，不是我们都能明白的。你说袁教授一个搞网络安全的，随便去哪个公司不是高薪啊？非要留在学校搞学术，当一个穷教授，跟小磊一样不开窍。哎，我突然间想起一事儿啊，上大学的时候，我给小磊介绍过一个高薪兼职，他也是说什么都不去，非要留在那书店打工。我当时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为什么。小磊肯定是觉得你那兼职不靠谱，在书店打工更稳定。才不是呢！你看，你也想不通吧？我也是过了大半年才知道，他跟我说那时候书店2楼有一个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他就是为了照顾那窝猫，才不肯换工作的。猫？对啊，莫名其妙。顽固的人都有坚守，有铠甲就有软肋。这个袁教授的软肋到底是什么呢？夏言，我叫你过来是来陪我聊天的，你就只知道忙工作。喂，半年前袁大海也参加过其他公司的活动吧？这几家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共同点。哦，我发现第一家公司是苏大计算机系的合作单位，第二家公司的 CEO 是他的学生。也就是说，都跟他的学生有关。好像是，而且我还听说，1年前袁大海帮他的学生联系了一家公司赞助，想做一个研究课题，但是因为学校的阻拦泡汤了，因此袁大海还找到学校领导大吵了一架。没想到，这袁大海对他的学生那么好。那不是一般的好啊。总之，谢谢你，有什么新情报你再告诉我啊。当初他以为我是学生的时候，对我也挺好的。也就是说，学生就是袁教授的小猫。虽然不知道他拒绝我的原因，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这什么？是校招实习生的策划案。校招实习生跟运营部有关系吗？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好，就替人事部讲方案。你要是对他们工作那么感兴趣，可以申请调离运营部啊。薛总监，我是为了安全论坛主讲嘉宾的事情做的这份方案。公司办事有章程，你的意思是以后每请一位嘉宾都要按照你的意愿来改变章程吗？可是方案不通过，出去。好。徐总，你找我有事吗？着装不错，不过你可以下次试着再放开一点儿。要是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去找袁大海啊？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了人事部的批复，你提交的校招实习生方案已经通过了，是为袁教授准备的吧？切入点不错，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袁教授捉摸透，并且知道他爱惜人才，还知道拿公司的政策为你所用，
值得鼓励。谢谢徐总夸奖。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别喝咖啡了。饮水机那儿不是有花草茶吗？该休息的时候就得好好休息，别到时候分了手，怨工作拖累了自己。哎，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但我这都到家门口了，没有办法呀。对，我就在家楼下呢。你好，是不是？不是本小区业主不能进，我是这小区的呀。请刷卡。卡不是找不见了吗？你帮我看一下啊。摘下眼镜就能找得到。摘呀，摘呀，你倒是摘呀。再见。你好。袁教授，袁教授，袁教授。袁教授，你没事吧？我的脚没事。袁教授，这有一份策划案，您看一下。为了帮资本家来忽悠人，值得这么拼吗？袁教授，您是一位老师，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学生以后努力工作吗？我教的学生都是做技术的，跟你不一样，他们通过努力所得到的，都是真实的成果。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产品，我们努力的成果是让产品被更多人认识。不必说了，你去医院看一眼你的脚吧，医药费我来付。我的脚没事儿。你还挺诚实的。我从来不说谎的。袁教授，这份方案与我们的活动无关，是关于您学生的，所以还请您看一眼。我的学生？所以，你们想利用我的学生来跟我交易？不是的，您的学生都非常优秀，我们公司很需要他们。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的审批，不管您是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会执行的。你这就是活动策划？对，请您过目。我不看，我相信这份策划写的一定非常好，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按照这个策划去执行呢？袁教授，这份策划书将由公证处公证，并由他们监督。如果有任何违背了公益精神，或者是违背了这份策划书上的内容，我们公司不但会赔偿您巨额的赔款，还会由公证处发布公告还您清白。这个你能做主？这个我倒是不能做主，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如果公司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这可是你说的啊。袁教授，那如果公司答应了，您是不是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论坛了？你的脚真没事吧？谢谢你，谢谢袁教授。论坛嘉宾的邀请情况怎么样？
问题都解决了吗？袁教授已经答应做主讲人了，夏言已经把签好的合作协议带回来了。答应了。对，协议在这里。校招实习生，谁给你的资格让你替公司做决定，用这个条件来做交易的？签这份协议之前，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人事部的审批，还有备案了。人事部。其他问题还有吗？根据嘉宾的邀请情况，通稿和物流我们已经对外投放一部分了。前几天和总监您讨论过的关于秀我新版本第2季度的线下活动达人秀，我们已经在筹备当中了。这次不仅有线上作品的投票比赛，还有线下的培训活动，所以我们前期接触的部分网红，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推掉了。还差多少？还差15个。运营部现在的工作效率都这么低了吗？你们是都当末位淘汰制闹着玩是吗？秀我新版本下个月就要上线了，活动必须按期举行，意味着你们至少要提前半个月积极预热，一共才50个人，给我差15个，这个月绩效还能不能完成了？50个人，需要这么多吗？Amy， 既然你无法胜任，就把手头工作交给夏言。SG 从来都是效率为先，能者多劳，我们不给任何人机会拖公司后腿。所有人提高警惕，打起精神，不要以为走了一个小棋，你们每个人就多了3个月的时间。还没下班？徐总，没事，坐。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加了个班，整理点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听薛总监说，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还差15个。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还没有，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写了个方案初稿。我看看。好。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普遍都是长相漂亮、打扮精致的女生。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尝试，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音乐。网易云音乐，他们有10万以上的音乐人，我们这几年听的很火的、很流行的歌曲，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徐总，你觉得呢？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行。吃饭吧。不了。紧张什么？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不是，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那这份沙拉我吃了，徐总你不介意吧？吃这么少？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这鸡蛋给你吃吧，我不爱吃。您不吃就放着呗。浪费可耻。
你这么晚还在下班，男朋友没意见？所以，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可以啊。如果你们分手的话，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徐总，我虽然有工作，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你自己慢慢吃吧。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明天交给我。刚聊2句工作，又开始胡说。说，你是不是对他动了心思了？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可是名花有主的人。再说了，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得罪他了，我到现在看见他呀，我还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打怵呢。谁知道你那是不是内心悸动呢？不是，这人是谁啊？这么可怕？那可不。而且啊，我仔细观察过他的长相。你们看他长得像不像那种表面上斯文和善，但是背地里啊心狠手辣、青面獠牙的大灰狼？我看这大灰狼对你还挺特别的。哼，要是不特别，我也不用在这里唉声叹气。谁知道你那是不是求而不得呢？哎，你再这么说，我真生气了。好了，别闹，说正事。不是，你们到底说的是谁啊？我这听的我都听不明白。夏言的领导，那个姓许的。结业 party 还是要参加一下的。你起开！你都把我涮了，我还去干嘛？丢人现眼！这种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 party queen 呢？哎，而且啊，我还听说，那个徐总这一次会盛装出席。是吗？去吧，去吧。哎，行，烦死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在 SG 的第一仗，恭喜你，旗开得胜！干杯！干杯！干了这杯，一杯是很点的是吧？棒了，棒了！这么多人啊，我们不会是迟到了吧？没事，你开始。真正的大牌都是要最后登场的，你看，先出场的也就这水平。就这气质，只配代言3流产品。那是，跟我们家爽儿肯定没得比。来，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干杯！哎，我去跟朋友打个招呼。交给你了，加油！不好意思啊，没事吧？没事。哎，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看起来好面熟啊。你认错人了吧？那可能就是老天爷安排你跟我在这见一面喽。怎么样，喝点什么 ？Waiter， 喝什么？今夜的星光闪耀，离不开每一位达人，更少不了铺设这一片星空的 SG。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年轻帅气的 CTO 许成义先生上台讲话，有请。等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 party， 也非常感谢美丽的达人们作为 SG 的合作伙伴来到这里。今晚你们就是主角。非常感谢大家对 SG 的信任，相信在 SG 的加持下，你们的未来不只是网络买手，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等着你们。徐总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今天这里是达人们的舞台，你们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演出。徐总，那我们今天也增加一个环节，由我们 SG 的员工表演个节目，您说怎么样呢？我觉得可以。好，徐总演一个，徐总演一个，我们让徐总，对，徐总，徐总。我。那接下来，请 SG 的员工拿出你们的手机，将主页的截图发送至我们的后台，看看谁的网易云音乐等级最高，我们就让谁上来表演，好不好？好的，来，请看大屏幕。经过后台工作人员的汇总，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结果是，徐总与这位夏小姐并列第一。看来这位夏小姐与我们徐总还真是有缘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位美女夏妍女士上台，有请。那么下面要让我们的徐总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可是我不太会唱歌。不会唱歌啊？那可不行，大家能同意吗？不同意。你不是会弹钢琴吗？你弹我唱。你怎么知道我会啊？你简历里边写了呀。下面请欣赏由徐总跟夏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调侃，偶尔心头一酸，掀起一些波澜。雨天撑着的双人伞，如果最爱那加餐馆戒一半的习惯，心房也太晒了，让我怎么承受？应该嘘寒问暖，还是借口不谈？那些遗憾留在心底，成为旧欢。开始的倾心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我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心酸为难，也要假装自然，惨淡或灿烂，却与我无关。开始的倾心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反正我早已习惯。我真是好羡慕夏妍啊！徐总要是能这么深情地看着我唱歌，我一定会激动得晕过去。也别太羡慕了，
虽然徐老大没说什么，但是整个 SG 都知道，徐总是薛老大的奶酪，动不得。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 SG 的新员工，叫夏言。他虽然刚入职不久，但对达人计划和今天这场 party 的筹备尽心尽责。他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配合运营部的工作。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夏言正式成为 SG 的员工，提前转正。SG 是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员工，还是和我们签约的达人，还是和我们携手共进的合作方，你们的付出和心血，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会使 SG 变得更好。好，那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各位达人们 ，Party 继续进行。好的，非常感谢徐总的精彩发言。动情的歌声总是能够打动人心。看起来一表人才的，他还真挺会伪装。人都是有隐藏性的，而且隐藏起来的那部分，往往和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没想到我们合作的还挺默契的。徐总，这样会让人误会的。误会？误会什么？你有话可以直说。哎，好，那我今天就直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会错了意，我还是跟您重申一次，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哦，看来关系还挺不错的。巧了。我也有事要告诉你，那分手吧。嗯？他们聊什么呢？你应该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吧？他配不上你，完全有更好的选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姐妹穗儿的故事？嗯？如果你要没听过的话，就去网上查一查。嗯。徐总，有空吗？啊，你们先聊，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喝一杯。好啊，请。今天我在这里，不会向你们承诺未来的日子要比过去好多少。我呢，也会对你们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但是运营部的成绩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运营部也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你们的努力，你们的价值，我都能看得见。大家辛苦了，我敬你们。谢谢徐总监，谢谢薛老大，敬 SG。干嘛呢？一起去玩游戏啊？打电话呢。别打了，走吧。来，夏言来了。夏言，我有个提议啊，咱们玩个游戏怎么样？好。那我们玩逛三元怎么样？好呀。2个人一组。那美琪，你跟你男朋友一组；悠悠，你跟你男朋友一组。咱俩最近，咱俩一组吧。好呀，来，预备，开始。动物园里有什么？猴子、老虎、狮子、熊猫、老虎。哎，刚才说过老虎了是吧？刚才说过。喝酒。喝酒。来呀，干了。
了是吧？对。开心。 SG 今年的业绩真的不错呀。你真的要留在信州了？手续已经办好了，下周举行一个小型的酒会，公司就算正式成立。这么快？怎么样？要不要过来帮我？你是说，就像过去一样？可是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对，不一样。现在我已经离婚了。当初你不是说很希望我离婚吗？那时候你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一切都连在一起，离婚就像切掉自己的一只手。那为什么还是离了？你真的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不是你第一个情人。对，你不是，在你之前还有好几个呢。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哪不一样了？我对你来说只是逢场作戏吗？当然不是。我也不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喝美了？啊？不会喝酒就别学人家喝这么多酒。我刚刚跟所有的同事都喝了一杯，在心里默默地跟他们都道了个别。虽然时间不长，还挺舍不得他们的。这份工作总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各种激情。我爱死这份工作啦！那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呢？啊？你说什么？我说，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哼！你，因为这里有你。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东西，不能失去。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心里都是花花肠子呀？你说谁人模狗样的？谢老大，干嘛去？我找一下夏言，你看见他了吗？我没看见他喝太多了，我得送他。你喝的少啊，赶快回去。你喝多了，我开车送你回家。啊！我要回去跟我的运营部同事们再喝一杯。哪儿还有运营部同事啊？都走光了都。他们真没等我。谁会等你啊？走吧。你也喝酒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了？我喝的那是水。可以走了吗？动物园里有大会的。有徐长义。动物园里有夏言。一开始我出去玩，只是为了报复。你也知道我老公我前夫，他总是告诉我那都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让我别当真。那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但其实我挺不喜欢那种感觉的。我明知道那些甜言蜜语都别有所图，却还要假装去相信，这真的让我十分厌烦。但自从我遇见你，
你从来都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只是默默地替我做好一切，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一切都为我安排的那么妥帖，而且你从来都不向我提任何的要求，就即使我主动对你好，你也总是拒绝。只有那一次，你说你希望我离婚。那次是我喝多了，说的都是醉话。醉话也是心里话，可我当时却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婚。伤了你是不是？你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走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为难，我懂。你这迷迷糊糊的，你告诉我的地址准确吗？大灰狼，你说，女人的拒绝是不是很可怕？可不可怕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你的直觉一定是错的。之前我一直觉得，即使我跟我前夫貌合神离，也要在一起。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可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和他之间只剩利益。我不想再自欺欺人，我知道，我爱上你了。可是我已经回到他身边了，我们都决定结婚了。如果你真的决定结婚，我也不会让你为难。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真的爱我？我太对不起夏言了，我不能再辜负她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如果你心里有别人，却依然要选择跟另一个人结婚的话，那这样岂不是更不负责吗？可是我只要你回答我，到底爱不爱我？你女朋友？干嘛去？先躲一下行吗？为什么？是为什么？有要什么？如果你可以当着他的面拒绝我，我就彻底死心。先别说这个了行吗？今天不在家。这不是你家。我男朋友家。干嘛呀？打个电话。
看来你女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烦恼。躲什么？他都这样光明正大带着你女朋友在你面前示威了，你躲什么？他们不是那种关系。你确定？也许现在不是，但首席技术官亲自送一个小职员回家，事情绝对不会就这样结束。这种事情我见太多了。那些不经世事的小姑娘被有权有势的男人多看一眼，就觉得自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尤其是像许成义这种不仅有权、多金、帅气，而且还单身，想要不动心太难了。我和那个许成义相比，真的就差那么多吗？你当然不差，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打工的。等我把公司法人换成你，以后你就是老板，不需要再向任何人低头。再过几年，公司壮大了，那个夏言一定会后悔，他因为许成义而错过了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对我好啊，你对我好1分，我就会还你10分。但有一天，如果你对我坏1分，我也一样会还你10分。不会，永远不会。有时候女人的直觉确实有点可怕。你怎么在这儿？醒了，醒了就赶紧穿衣服吧。你什么你？想清楚了再说话。我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这种烂俗的问题，我应该是不会回答你的。出去！
衣服给你买了新的啊，放心穿。你出去！今天是特殊情况，允许你请假。这个是房卡，房费1200，自己付。以后不会喝酒呢，别学人家喝酒。老花。怎么还喝难受了呢？加紧啊！一会儿量出来温度要高，我们还是要去医院的。我不想去医院。好，先给你倒杯水喝。怎么出来了？感觉好点没？烧是退了，脸色还是那么差。给你煮粥了，盛一碗给你喝。小磊说了，他今天会早点下班，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大表姐，你陪我出去一趟吧。夏言，你怎么才来呀？你也喝多了吧？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收拾东西干嘛？今天又没有卫生检查。哎呦，我头好晕。哎呀，今天就该放假。你上哪儿去啊？哎，我已经请假了，工作的事情你找其他同事谈。那私事呢？我们之间没有私事。其实昨天晚上我……不要再说了。喂，你好，我是许成义，出来见个面吧。今天我不是来和你谈工作的，毕竟你这个级别的业务，也根本用不着我出面。我这次来呢，是想和你聊一下夏言的事情。
这算起来，应该是我们第3次见面了吧？哎，哎，徐总，这么巧，你来北京出差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你就是夏言的男朋友，所以你和郝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并不关心。你跟夏言说了？这种事儿，你做得出来，我却说不出口来。你误会了，那次只是郝经理喝醉。哦，他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恭喜啊！所以过来见个人，说不定就留下了呢。所以我奉劝你玉珏，早点跟他坦白，别耽误了一个好姑娘。你如果觉得难以启齿的话，那我可以勉为其难代劳的。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敢说你就没有私心吗 ？SG 员工上线，徐总对每一位女下属的感情生活都这么关心吗？我看不见得吧。你以为你是什么高尚救世主吗？不过也是个挖人墙角的，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挖人墙角？哦，昨天你在阳台上看见我了吧？那你知不知道我后来带夏言去哪儿了？啊？林浩，林浩，你开门，是我夏言。林浩，你开门，我是夏言。小姑娘，你找谁呀？阿姨，我找我男朋友。你男朋友住这儿？嗯，怎么了？没什么。小姑娘，我记得这小伙子啊，前2天晚上带了个姑娘回来，不是你吧？哦，也有可能我记错了啊。完了，眼神不行。我说过，只要我在你身边，不会让你有任何烦恼的。你就负责享受生活，负责检验你未来老公的事业成果，负责给你老公表现打分。我在喝你给我炖的鸡汤呢，真香。
想法。我们紧紧对坐一人下。艾米，不好意思，徐总，我没保住。没事。谢谢徐总，谢谢徐总。运营部这几天很忙啊。是啊，我都加了3天班了，夏言不在，好多工作都忙不完。他请了几天假？他都快1个星期没来了。他有跟你说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吗？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呢。徐老大说他压根就没准夏言的假，他这属于私自旷工要开除。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这事儿怪我差点给忘了。夏言的假是我批的，我忘了和薛宁说了。真的呀？那太好了。那徐总，你可一定要让夏言回来呀。我尽力。那徐总，我先去开会了。徐总，你可一定要让夏言回来呀。没事儿，咱们两个一起打嘛。你看看你这儿。那这样就不用淋雨了。我看你是故意的吧？我就故意的。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下这么大的雨，我才不让你搂着我。那谁让他下这么大雨的？我看你就是故意的。等我赚到首付的钱，你回来，我们结婚。可是我还没答应你呢。这是迟早的事儿，你就安安心心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牵手同行去。要不然，你先吃点儿。不用了，我看那姑娘是不来了。要不这样，我给你写个证词，或者录个音、录个像什么的。那倒不用，我只是觉得耽误您时间了，挺抱歉的。没关系，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不过那女孩没来，我看这忙我是帮不上了，要不我就先走了。你还没吃饭呢。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联系我。谢谢。